这个小伙儿正在林子里砍树，突然3匹快马朝这边驶来。为首的男人询问小伙儿：“北河讲往江北的路怎么走？”小伙儿热情率真，毫不迟疑地给他们指明了方向。谁知男人非但不感谢，还掷出长剑戏弄于他。小伙儿难以置信，世上怎会有这样的人？这3个强盗在河边遇到一个妙龄女子，他们色精大气，竟追到女子家中。房屋主人刚进来查看，就被一个强盗当头一剑。母亲惊慌失措，跑向屋外求救。强盗头子立马张弓搭箭，还和另外2个讨论到底射哪儿好。气血间一箭射出，正中头颅。这时地板下传来孩童恐慌的哭声，光头侧耳听声辨位，然后使劲往前一戳，半大孩童就如同猎物般死于非命。躲在一旁的姐姐实在太过悲痛，忍不住叫出声来。3个强盗发现了他，将其直接掳走。遭遇这场人间惨剧的一家老小，正是先前那个小伙的至亲。小伙名叫魏虎，这一噩耗对他来说宛如晴天霹雳，他失声痛哭。看着母亲头着的剑矢，魏虎更加愤恨。凶手接着向他问路的那3个人，他将所有的悲伤付之一炬，然后带上母亲留下的银铃，踏上了复仇之路。魏虎翻山越岭，日夜兼程。每当他听到胸前银铃的响声，脑海中总会浮现出那3个恶人的面孔。魏虎恨不能立马将他们碎尸万段，但自己不会武功，要报仇谈何容易。直至这一日，他在途中遇到一位神秘老者，面对8个持刀大汉的包围，那老者竟是泰然自若，立在原地。就在8人一拥而上之际，老者瞬息发招，甚至都没有拔剑，对方便没了动静。数秒之后，才齐刷刷地倒在了地上。绝世高手！魏虎反应过来，马上追了过去，大声呼喊着求老者收他为徒。老者没有回头，只是自顾自慢慢地向前走去。魏虎拼命狂奔。可奇怪的是，明明老者就在不远处，当自己跑过去，对方却不见了踪影。魏虎不肯放弃这宝贵的机会，他继续没日没夜的追赶。不知道这是第几次看到老者的背影，魏虎终于无力为继。就在他倒地的时候，神秘老者出现了，他被年轻人的意志所打动。老者询问魏虎为什么这么执着。魏虎手捧银铃，说出了自己的悲惨遭遇，他要习得武功，报全家的血海深仇。转眼5年过去，魏虎尽得老头真传，他告别师傅下山，是时候找那3个恶人算账。这个小伙儿路见一群恶霸正在强抢民女，他挺身而出，救下这个名叫香香的女子。恶霸不服，声称香香是桃桃院跑出来的妓女，要带走她必须要拿钱来赎。魏虎面露不屑，他猛然用计，抬手间取来一把树叶，这些是我买香香姑娘的银子，拿去。只见那树叶死死地贴在恶霸脸上，如同具有粘性，就算撕下来也要脱层皮。魏虎临走还霸气放话，如果觉得银子不够，可以再来找他。2人来到客栈，香香向魏虎哭诉，自己并不是什么妓女，是被当地恶霸陶公权强行送进了桃桃院，父亲也以守护自己，惨遭他们的迫害。听闻此言，魏虎感同身受，他的姐姐也有同样的遭遇。魏虎描述了3个仇人的长相，询问香香有没有在桃桃院见过。话还没说完，却见茶杯落入一些灰尘，他猛然掷出筷子，埋伏在房底的人直接命丧当场。魏虎知道已经被陶公权盯上了，与其在这里坐以待毙，不如直接去找对方算账。他带上香香直奔桃桃院，而此时楼下全是杀手，他们抽出大刀向魏虎慢慢逼近。但魏虎毫无惧色，他以一敌突，却由闲庭信步，不消片刻就将恶霸尽数解决。当魏虎杀到桃桃院，陶公权非常吃惊，他立马笑脸相迎，将要化干戈为玉帛。魏虎也不废话，直接问他见没见过3个强盗。不想陶公权还真认识，而且那个光头就在他的府上。原来使用长弓的是老大左景楼，用剑的是老二应天，手持巨斧的工头是老3杨刚。陶公权询问你们有什么恩怨，他可以出面调解一下。魏虎说杀父杀母的血海深仇。陶公权不敢隐瞒，直言光头杨刚的确在这里。魏虎立马冲进屋内，可对方已经翻窗户逃走。这时陶公杰突然从背后偷袭，2人对掌比拼内功，结果魏虎技高一筹，直接将陶公权震飞出去，命丧当场。他让香香留在桃桃院，没有人敢欺负他，然后火速去追杨刚。杨刚逃至一处竹林，立马让徒弟去向2哥应天报信。突然一阵铃声响起，他莫名感到心悸，这铃铛的声音怎会这么熟悉？正疑惑间，魏虎已经出现在前方。杨刚彻底慌了，他猛劈竹子，想要砍出一块开阔的战场，但即使能够施展巨斧，他也不是如今魏虎的对手，最终倒在自己砍的竹子上。
魏虎继续上路。没过多久，杨干的徒弟就找到了应天，告知一个带着铃铛的小伙儿要来报仇。正说话间，耳边就响起了阵阵铃声。应天抽出长剑，怪罪是徒弟将对方引到了这里，一剑将其砍死。看着窗外悲尽的少年，应天面露狠色，他不想隐藏，主动找上了魏虎。两人正准备决斗，天空突然下起了暴雨。应天披头散发，说自己头发淋湿了，打起架来不方便，要求换个地方。魏虎跟着他来到一处破庙，两人都是剑术高手。应天又提出一个规则，在剑上放一根蜡烛，谁的蜡烛掉了，就算谁输，输者任由对方砍杀。魏虎二话不说，挑起半截蜡烛，应天依法照做，却见2点烛光在破庙不断起落，犀利剑招背后暗藏的是无尽的杀机。数招过后，应天的蜡烛被劈落在地，同时他也身中数剑，最终慢慢倒下。而魏虎也身负重伤，幸好香香一直跟着他。现在还剩下最后一名仇人，魏虎没等伤势痊愈，便匆匆离去。香香就一直跟在他身后，爱慕之心已经不语言表。只是最大的仇人没有伏诛，魏虎怎么给他承诺？他来到镇上打听消息，发现左景龙拥有一个庞大的势力，手下帮众成百上千，想要报仇，必须要摸清对方的虚实。魏虎安顿好香香，然后伪装成土匪，混迹山寨老巢，凭借着不凡的身手，很快赢得了左景龙的赏识。不过有一个人察觉到不对劲儿，猜到这小子好像是来寻仇的。接着魏虎邀请左景龙跟自己比试，不料一个女子突然出现，竟是魏虎的姐姐。看到弟弟出现在山寨，他愣在原地，止不住流下泪水，然后转身跑回了房间。左景龙看出端倪，立马找上姐姐，询问他是不是认识魏虎。姐姐极力否认，但左景龙根本不相信。此时魏虎也离开了山寨，他告诉江江说已经找到姐姐，不过他们没有相认，担心害了姐姐。正在此时，左景龙带上人找到了这里，他竟然不知廉耻，自称是魏虎的姐夫，妄图说服魏虎跟着他做事。魏虎怒目以对，你别忘了，我们是仇人。双方完全没有和解的可能。一场大战开始，魏虎一把长剑直杀的强盗连连后退，眼看手下没有一合之将，左景龙拉开长弓，在一旁暗施冷手。姐姐为了保护弟弟不幸中箭，魏虎见状更加激愤。左景龙抓住一旁的降香，威胁魏虎放下武器。魏虎横眉冷对，拿着铃铛一阵摇晃，血战还需血来偿。这时姐姐拼死将香香推开，魏虎趁机挤身而上，近身搏斗，左景龙完全不是对手，他只能选择狼狈逃窜。魏虎捡起地上的弓箭，狠狠掷出，终于报了大仇。最后魏虎带着香香回到北河乡，准备重建这残破的家园。